泰国的监狱有多可怕？囚犯连床位都没有，大热天几十个人挤一起睡，充斥着各种体臭味。睡着睡着，男主发现自己旁边的狱友脸色乌青，已经死了，但他一点也不惊讶，转个头继续睡。在这所监狱，死人是常有的事，狱警甚至都懒得调查，只是熟练地处理了尸体。男主知道，在这可怕的地方越低调越好，可作为监狱里唯一的白人，低调没什么用。打水时，有人故意在后面搞他，他忍不住和对方爆发冲突，结果被狱警关进小黑屋，在这狗窝一样大的隔间蹲了整整3天。出来后，他又被送到重刑犯牢房，这里是监狱中的监狱，关着的是真正的穷凶极恶之徒。而男主和一个瘦小伙成了这里最干净的人。新人报道，很快就被军训，重犯们把男主团团围住，骑在他身上，逼他做俯卧撑。这还算好的，那个瘦小伙才是真的惨。第二天，他被发现吊死在栏杆上，狱警再次处理了尸体，冷漠的就像处理一只鸡。重犯又盯着男主，仿佛在说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中，男主每天过得心惊胆战。这天，他去医务室想拿点止痛药，可狱警说这里的药对其他囚犯免费，唯独对白人要收钱。面对赤裸裸的歧视，男主再也控制不住，瞬间爆发，干翻3个狱警，还咬烂了其中一个的脖子，像个发狂的野兽。但疯狂过后就是毁灭。支援的狱警抓住他，一顿棍棒加身，打成重伤后抬走，丢在没人的牢房里自生自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男主伤才好，他就被带上沉重的脚镣，又送回重刑犯牢房。因为这次暴力事件，重犯们高看了男主一眼，没再找他麻烦。但为了不被孤立，男主也只能跟他们同流合污，整天鬼混。直到这晚，3个囚犯搭乘人梯，从棚顶的吊扇上取下一片扇叶。3个囚犯搭乘人梯，从棚顶的吊扇上取下一片扇叶。他们不是要越狱，而是要杀人。2小时后，警笛声大作，狱警叫醒所有囚犯，带到操场上检查。因为刚刚有3个巡逻的狱警被杀死，凶器正是一片扇叶。狱警找半天找不到凶手，只能随便带走一个身上藏了点违禁药的囚犯。接着，喇叭里传来惨叫声，那个囚犯被活活打死。这是狱警的示威。没多久，有个狱警找男主办事，他查出男主以前是个瘾君子，还学过拳击，就用毒品引他上钩。等男主依赖上自己，狱警就提了个要求，让他去打死2个看不惯的囚犯。男主顿时崩溃。不仅如此，狱警还要彻底把他变成自己的杀人工具。男主终究扛不住身体里的瘾，找到那2个囚犯，摁在地上，一拳拳打死。等清醒之后，他又感到万般后悔，绝不能再这样下去。晚上，他拿出一块刀片，伸进被单里，割开了自己的手腕。幸好旁边的狱友及时发现，才救了他一命。自杀失败的男主决心不再堕落，他带着脚镣开始练起以前学过的拳击，因为他看到监狱里有一支拳击队，加入他们也许能改变现状。第二天，男主来到拳击训练馆，结果连门都没进去就被教练轰走了。他又跑到监狱的商店赊了条烟，把这当作敲门砖，才成功进入训练场。教练没想好好教他，就特意找了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和他对打，想让他知难而退。果然，男主没几下就被逼到角落，打拳变成了单方面挨揍。当他鼻青脸肿地回到牢房，重刑犯们听说他在打拳击，全都不屑地笑了起来。这些已经完全堕落的人是不会明白他的努力的。男主继续训练，没有人教，就自己对着沙袋拼命挥拳。他的毅力吸引了其他拳手，休息时全都在讨论这个新来的家伙，连教练也被打动，开始认真教他，先看再出拳，不要胡乱浪费力气。练完拳法练锁技，这比打拳更难，更消耗体力。男主咬着牙坚持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输了。没多久，他迎来了第1场正式比赛，对手正是那个用锁技打败过他的人。拳赛第3场，他的耳骨被打裂，血流了一身，而对手毫发无损。比赛继续，对手攻势凶猛，但他都一一挡下，找准机会一记重拳砸中，可惜第2拳空了。对手趁机反攻，甚至打他后脑，幸好被裁判拦住。现在男主眼睛也肿了一只，越到后期就越拼体力。他咬着牙硬刚，把对手逼到角落，一套连环拳打中下颚，让对手彻底倒下。入狱的第1场拳赛，他转败为胜，成了监狱里的焦点，狱警也对他鼓掌致敬。典狱长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参加2个月后的监狱联赛，他将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代表监狱出战的白人。为此，典狱长奖励他搬去条件更好的拳击手牢房。走之前，重刑犯们眼神复杂地看着他，当初他们嘲笑他，现在却被狠狠打脸。从此，男主加倍努力，有了专门的陪练，练完还有人给他按摩放松，教练也对他倾囊相授，教他真正厉害的泰拳要怎么发力，怎么转身。男主一直很拼，可有次实战训练中，他毒瘾犯了，失去理智，暴打陪练的队友。最后被狱警带走，关进了单独牢房。对着墙壁一顿发泄后，他渐渐冷静下来，明白自己不能再被毒瘾控制，否则人生将再无机会。静心休养1周后，他回到拳击训练场，看在他诚恳道歉的份上，被打的队友原谅了他。训练继续，可练着练着，男主突然跑进厕所，呕出了一大口血，然后倒在了地上。检查得知，他的内脏多处受损，尤其是左腰，拳赛是不能再打了。但好不容易走到现在，他怎么可能放弃？没多久，监狱联赛如期而至，男主和队友们乘坐押送车前往另一个监狱。这次的对手是另一个监狱的最强者，两人试探几招后就开始对拼。男主不慎被打倒，又被一记鞭腿踢在腰上，左腰的旧伤复发，让他痛到窒息。
但他还是强忍着站起来。对手看出男主伤势，不断替他左腰，他只能近身紧紧抱住对手，试图拖延时间。终于，第一场结束，男主有了喘息的机会，可对手突然一脚偷袭，让他伤上了加伤。这无耻的行为引起所有人唏嘘，男主教练更是愤怒不已。可监狱里的拳赛本就没有那么规范，而对手还是个卑鄙的囚犯，他也没办法。第二场开始，男主再次被打到角落，对手先顶他腰部，又狠狠3记重拳，打得他意识模糊。男主干脆放弃防守，拼死一搏，找机会一个转身加肘击，对手瞬间倒下，动都不动了。胜利来的就是这么突然，看着台下为自己欢呼的观众，男主还没来得及庆祝，就突然吐血，倒在了台上。等醒来时，他已经在医院里，迷迷糊糊走出病房，发现并没有狱警随身看守自己。男主意识到这是个越狱的好机会，他就像个普通病人走出了医院，不费吹灰之力，穿过大街，穿过市场。可走着走着，他停下了。如果就这么逃走，前路在哪？他肯定会变回那个曾经堕落的自己，一切都将前功尽弃。于是，在比生命还珍贵的自由面前，他选择了克制，主动回到医院，然后被带回监狱。没多久，有个人过来探监，是原本认为他没救了，放弃他的父亲。这一刻，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这个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，最后出现的父亲角色就是人物原型。他叫比利·摩尔，本来是个来自英国的小混混，在泰国染上了毒瘾，又因为非法持有枪械以及暴力拒捕被抓。他的人生本该像那些重刑犯一样，一天天腐烂在监狱里，但他抓住了重生的机会，用坚韧的意志战胜自己。3年后，他刑满释放，从此人生走上正途。